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逐预报了，张凌赫毁了。其实真正赢家是撕掉标签的田曦薇。开播3天，播放量破亿，市占率冲到41%。竹玉用数据证明了自己是2026年开年第一爆款古偶。然而，与这串华丽数字一同冲上热搜的是男主角张凌赫的演技争议。一边是粉丝高呼战损美学封神，一边是路人吐槽表情复制粘贴。这部 S 加大剧仿佛被批成了2个平行世界，一个在庆祝数据登顶，另一个在争论一颗老鼠屎是否坏了一锅好粥。2026年3月6日，竹玉在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双平台开播。开播仅15分钟，腾讯站内热度突破23000，刷新了平台年度纪录。首日，该剧全网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达到16.1%，空降日关。随后几天，数据一路狂飙，开播次日市占率跃升至31.4%，单日预估播放量超过7800万。到了3月10日，其云和数据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冲上41.1%，成为2026年首部突破40%市占率的剧集，在云和历史榜单上排名第6，仅次于《狂飙》《庆余年2》等国民级爆款。腾讯视频站内热度峰值逼近3万，爱奇艺热度也突破1万大关，成为该平台首部拼播破万的剧集。与惊人热度相伴的是男主角张凌赫撕裂性的口碑，支持者将他捧上神坛，盛赞其战损美学。在猪圈藏身、雪地濒死等名场面中，张凌赫减重15斤后清瘦的面容，配合导演曾庆杰精心设计的顶光与特写，将落难侯爷谢征的脆弱感与清贵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蜷缩在污秽环境中抬眸的镜头，被观众反复解读，称为人生镜头。一些即兴设计，如第11集中临场发挥的快速向上擦泪动作，也被导演保留，成为情感爆点。相关话题阅读量破亿。然而，批评的声音同样尖锐且具体。许多观众指出，张凌赫在大量日常戏和情绪戏中表情单一，被戏称为冰雕脸或 PPT 式表演。例如在剧中，他饰演的谢征站在肉摊前，面对众人对女主的贬低，剧本设定他应有所反应，但张凌赫的表现被指像个 NPC 一样无动于衷。在官兵搜查的紧张戏份中，他的紧张也被认为流于表面，能看出来是在演紧张，而不是真紧张。部分观众认为，他的表演过于依赖导演的镜头和自身的外形优势，在需要复杂情绪递进和细腻互动时，显得力不从心。与田曦薇、严屹宽等对手戏演员相比，存在明显的表演断层。导演曾庆杰的镜头语言成为这场争议中不可忽视的变量。这位以九重子虚言等作品闻名的导演，擅长用极致的光影和构图营造氛围感。在竹玉中，他大量运用侧逆光、顶光来雕刻演员的骨相，用冷暖色调对比来烘托情绪。猪圈那束从屋顶破洞倾泻而下的圣光，雪地救赎戏中蓝调雪景与暖褐色衣着的碰撞，烛火戏里摇曳光影制造的暧昧呼吸感，都被观众誉为屏保级美学。这种强烈的风格化表达，极大地强化了角色的视觉魅力，但也让部分观众质疑，张凌赫的破碎感和酥感有多少是演技本身，有多少是导演镜头和后期滤镜的功劳。曾庆杰本人曾表示，人物不说话会比说话更有力量感，这种创作理念可能导向一种克制、偏清冷的表演风格，这与部分观众期待的更外放、更有层次的情绪表达产生了偏差。当舆论焦点集中在张凌赫身上时，
女主角田曦薇完成了一场漂亮的巨抛式转型，她彻底撕掉了甜妹标签，饰演的屠户女樊长玉徒手扛猪，挥刀斩肉，动作干净利落。为了贴近角色，她提前3个月进行封闭训练，学习屠宰技巧，在零下环境中反复练习，手腕磨出后茧。剧中雪地背扛身高188厘米的男演员狂奔的镜头，他坚持不用替身，这种颠覆性的演绎让他收获了大量好评，角色热度在播前就突破1亿，成为腾讯视频首位达成此成就的女性角色。她的表演被央视网文娱评价为通过肢体语言与情感真实打破表演套路，从市井的泼辣到战场的飒爽，情感层次丰富。尤其在第8集一场误以为男主离开的哭戏中，从麻木空洞到无声崩溃，再到强人哽咽的层次递进，被业内赞为新生代哭戏范本。竹玉能撑起爆款之名，离不开一群神仙配角的扎实表演。刘琳饰演的赵大娘，几句生活化的台词，一个爽朗的笑声，就把市井邻里的烟火气演得活灵活现，毫无表演痕迹。严屹宽饰演的权臣，仅凭几个眼神和沉稳的台词，就营造出不怒自威的压迫感。他与年轻皇帝的对手戏被观众称为教科书级别。杜淳、岳阳等演员的客串也精准地盘活了市井群像。这些戏骨的稳定发挥，夯实了剧集的表演基底，与主演的表演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剧集本身的制作和设定也是其火爆的重要原因。竹玉改编自小说《侯夫人与杀猪刀》，讲述了屠户女樊长玉与落难侯爷谢征先婚后爱，并肩作战的故事。市井女 A 美强惨男 O 的反套路设定，跳出了传统古偶的框架。剧组耗资搭建了200米长的明代街景，肉铺、腊肉、屠刀等道具都经过考据。OST 由林俊杰作曲，方文山作词，张碧晨献唱，配置堪称顶配。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剧集的品质感。然而，超高热度也伴随着数据注水的质疑。有网友实测发现，在腾讯视频平台，非会员账号点开剧集播放页仅1至2秒后退出，观看记录便会显示已看完该集。甚至出现113%完播率的逻辑错误。这种点开即算完播的技术漏洞，引发了关于手搓热度、预制爆款的广泛讨论。尽管平台回应称是页面展示异常，但未能完全平息舆论。部分观众感觉剧集的超高数据与社交媒体上相对圈层化的讨论集中于颜值、CP 感存在割裂，发出了身边无人追剧的体感反馈。竹玉在 Netflix 同步上线后，登顶了新加坡、泰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热度榜，实现了文化出海。商业上，它吸引了超过30个品牌合作，覆盖快消、美妆、健康等多个领域。无论围绕张凌赫演技的争论如何，这部剧无疑已成为2026年影视市场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他用反套路的人设、电影级的镜头美学和争议性的表演，在古偶赛道上炸出了一片新的水花，也再次将流量与演技、数据与口碑这些老问题抛到了所有观众面前。凭竹玉封神，张凌赫用细节演绎，解锁古装剧新高度。2026年开春，古装剧市场迎来爆款井喷，而张凌赫领衔主演的竹玉无疑是最耀眼的一匹黑马。该剧在腾讯视频、爱奇艺双平台联播，开播即创下双平台热度破万的纪录，腾讯站内热度峰值突破3万点，云和单日市占率超41%，成为国产剧史上首部双平台破万的剧集。也让张凌赫成功跻身95后顶流男演员行列，用实力打破颜值花瓶的标签。竹玉以乱世权谋为底色，讲述了落难武安侯谢征、张凌赫是与屠户女樊长玉因契约成婚，在市井烟火与朝堂纷争中相互救赎，
携手破局的故事。不同于以往古装剧的套路化设定，该剧将美强惨人设与家国大义完美融合，而张凌赫饰演的谢征更是成为剧集爆火的核心密码。他用细腻入微的演技，将这个层次复杂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为贴合谢征落难侯爷的破碎感与风骨，张凌赫主动减重15斤，从外形上精准拿捏角色特质。剧中谢征有着极致的反差感，隐姓埋名时，他是温润病弱的赘婿；粗麻布衣男演清贵气质，猪圈避险时尘污满面，却凭一个抬眸的眼神，传递出引人与警惕交织的复杂情绪。褪去伪装后，他是披甲执戟的铁血将军，玄黑铠甲缀暗红纹路，高耸的雉鸡翎更添气场。战场杀伐时目光如刃，每一个动作都利落有力，将少年将军的意气风发与杀伐决断展现得恰到好处。细节之处见真章。张凌赫的演技高光的体现在于对眼神和肢体语言的把控。重伤初醒时，眼底的不安与贵气交织；面对女主樊长玉时，凌厉的眼神瞬间化温柔。一句遇见你后，我竟怕死了，道尽铁血战神对温情的渴望。雪中执剑反抗时，身姿挺拔如青松，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透着决绝，将角色的挣扎与成长演绎得入木三分。甚至他即兴发挥的擦泪小动作，也与剧情内核深度契合，让谢征这个角色更具温度与感染力。除了角色塑造的成功，竹玉的服化道与剧情质感也为张凌赫的演绎增色不少。制作团队从敦煌壁画提取灵感，为谢征设计的雉鸡翎盔甲融合非遗元素与当代审美，既保留历史厚重感，又极具视觉冲击力，被外网网友赞为文化输出符号。战损造型中，皲裂的护心镜，染血的树腕，以物理伤痕外化角色的精神创伤，完美诠释玉碎不改其白的信念。而剧集将市井烟火与朝堂权谋相结合，既有柴米油盐的温情，也有家国天下的格局，让谢征的成长弧光更加清晰立体。竹玉的热播不仅印证了张凌赫的扛剧能力，更让他实现了演技的突破。从《宁安如梦》中清冷腹黑的谢薇，到《度华年》中沉稳睿智的萧彻，再到《竹玉》中反差感拉满的谢征，张凌赫用3部作品成功覆盖爱优腾3大平台，成为95后唯一3平台破万男主。他并非科班出身，却凭借不断的打磨与沉淀，将每一个角色都演出了独特的灵魂，用实力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如今竹玉仍在热播，谢征的每一个名场面都引发全网热议，抖音平台相关内容播放量超亿次，百度指数峰值达77482，创下张凌赫演艺生涯新高。这部剧的成功不仅是张凌赫个人的里程碑，也为古装剧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相信未来，张凌赫将继续以作品为底气，在古装剧赛道持续发力，解锁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角色，带给观众更多惊喜。